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本节目由进口钙领先品牌迪巧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 12点抢先看是女儿是妈妈，周3 12点尊享加更版，周4 12点尊享会员彩蛋。哇，这块很美哦，很多鸭鸭，天真蓝呐！属于母女们的幸福探索之旅即将开始。Hello， 阿姨好，罗丹姐，阿姨吗？大家好，好久不见。那也介绍介绍啊。妈，刚刚站在这儿，你失忆了吗？你不行，叫我大个儿也行。记得我爱我妈老多大了，她不承认。不是，净瞎说。这里面的味道，我给它选的是麝香。宝宝，我去接弟弟喽。我就知道他躲起来了，好久不见。姐姐跳这个，你不了解你姐姐吗？这什么东西啊？哇，老年大学家庭团建特别活动。对，走，哇塞哇塞，耶！这啥地儿啊？拍电影的呀？拍照片的。母女照。好多年没看了，就想带妈妈弥补一下我这个遗憾吧。其实真的，一到这时候就会想到我的母亲。第一次送到医院，后来就跟我说，人有不同的想法和需求，那我妈不管你了，我也不用我的想法去约束她，自己也可以。宝宝，我要走了。我去接弟弟了。好 ，I love you。好想你啊！哇塞，你真是简直了！搬家，走吧。走。走吧，好美啊！我刚刚在飞机上化妆。姐姐他们在家里。他们说要去买菜做饭给你吃。哦，有这么幸福的吗？All I wanna do。我妈开始补妆了，我真的。你知道这个脸上的光是什么吗？就是自然天生的水光。我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美若天仙才会有的光。谢谢。你要不补口红 ？OK， 我帮你擦吧，没有镜子，我帮你擦。啊，太棒了！我妈开始会化妆了。真好看。我今天写下来的东西，就是你现在讲的事情。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变美丽。Yes。但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让你变回你以前的美貌挺好的。虽然就你不化妆时已经很美了，但是我觉得女生化妆是化给自己看的。哇，你太会说话了，是吧？就是我觉得女生化妆都是因为自己漂亮，出去有自信、开心，所以呢，并不是打扮给别人看，是打扮给自己看。那天看他们给我发那3个照片，我们3个都没有你美。真的吗？对啊，你想想看，你跟爸爸的基因得多强大，才能把我们3个都生得好看，就代表你们肯定比我们都好看，所以才能把我们3个都生得好看。
所以我们已经是你的简化版了，就是已经是你的。在彩虹屁嘛？没有，我是真的觉得我妈很好看。谢谢。因为我知道做电台广播是她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妈妈在广播电台上班的时候，包括看到她在电视上主持节目的时候，她是整个人在发光的。生活大不同，让你成为生活万事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征。她总是把自己的排序排在比我们3个更后面，所以导致我觉得她一直都没有时间精力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情。现在可能觉得说，你要多一点傅娟的时间，你现在要开始寻找一些你自己的事情。你可能想做什么电台啊？播客，对，对，我想要做推广儿童艺术教育，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只是在想的层面，那我们要想怎么你落实。那我觉得趁着这个机会，我们3姐妹能聚到一起，就希望说给她一个这样的小惊喜。我们还算挺顺利的，在他们来之前。妈妈肯定很开心看到弟弟。对啊。Summer dream。Summer dream。Summer dream。看着脸啊 dream 这样 dream， 这样很好笑哎。Summer dream。他肯定很开心看到弟弟，然后回来又有一个惊喜。relax 一下。不能动。好，我不会动。我跟你说一件事。好。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地方很凉吗？就你现在放蓝莓的地方那一块，我感觉很冰。因为有可能我跟你说一件事，它下面有水。因为那个蓝莓的盒子是有洞的。我知道。OK， 还好没有很湿。哎，不要把我蓝莓弄掉。我没有，我都没有动我的屁股。来了，是不是他们回来了？是吗？ Hi，open the door。嗨，你的妈妈回来了。弟弟呢？弟弟。我就知道他躲起来了。嗨，好久不见。嗨。你们有去煮饭吗？不是啊，我们不是要中午一起看要吃什么，然后可以煮啊。哦，好。你们是不是很累？对啊。Baby， 嗨。就是我们在想，因为妈妈不是之前一直想弄那个像广播电台嘛，然后但是她一直就是没有弄，因为她没有时间，一直在照顾我们。然后我们就想趁你来，然后他去接你的时候，我们就帮他都布置好，然后回来就让他就是有动力就可以开始这件事情。我们说如果要来不及的话怎么样？你要帮我们拖一下他的时间。OK，love you。哇，你们的家好可爱。要不参观一下我们家？哦 ，OK。让妈妈带你参观。好，中间是一个音乐房。让妈妈进嘛。哇哦，你走进去看看啊。Sorry。哇哦，是谁生日吗？没有，你都忘记了，这是麦克风啊？为什么有麦克风？这是麦克风，你感觉看起来像是什么？还有气球，这是什么？姐姐把海报给妈妈看。Sorry guys。你看，这是我。Yeah。哦。
我画的。我妈这是要干嘛？帮你做你的小电台啊！哎呀，开心吗？耶！给你一个仪式感。其实我很谢谢他们。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想嘛，你想了很久。因为我常会跟他讲说，你看我哪天要访问谁我想要这样，但是我都没有做，是因为我觉得我永远都在把他们所有的事情放在我的计划当中。可是他们也很 care 我的计划，他们就把我的想做的计划实现了。哦 ，Don't cry， 妈咪。妈妈是对的这个，妈妈是喜欢我画的图是不是？你不是好像不是对麦克风哭，你是喜欢我画的这个是不是？但是有麦克风是真的可以用的还是假的？真的可以用的。我们今天就可以拍第一集。Happy birthday to my FM 1042 Miss Fu Work Hard Play Hard。因为我觉得work hard play hard 也是要给妈妈的一句话，因为我觉得真的你就是要试着，就是你就算工作也要 play hard。谢谢，谢谢。我觉得妈妈看到这个海报还有一个触感是觉得，我的宝贝你以前画得很棒，现在又画，我很感动，收到她讲话。我想反问一下你，就是你之前不是写很多东西吗？那上面有没有就是你的 plan， 就是你第1集、第2集、第3集想录些什么？我先看一下我的待完成的播客写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你想要讲的主题，或者是可是我真的当时有想说，我第1集的来宾就想找你们3个。OK。哦，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我们就刚好把而且我们3个现在很难凑齐，所以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第1集给录了。对，而且就是你只要第1集录了，后面你就可以开始慢慢万事起头难。好，那我的电台要叫什么名字？姐姐现在可以写是 Miss Fu。当然肯定是 Miss Fu 是DJ 嘛，我是 DJ 嘛。主要我觉得可能 Miss Fu 你就是回到了一个就是你个人的那个身份。如果按照英文的讲法，如果你是已婚，然后你有孩子的话，你其实是 Mrs。对，所以 Miss Fu 的话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你是一个个体，你不是一个妈妈，你不是别人的老婆，你就是 Miss Fu。因为我觉得今天很难得嘛，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叫《是女儿是妈妈》。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我的录音间里面，我是妈妈，你们是女儿，可是我也是女儿，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节目，就是可以叫做“妈妈说，女儿说”。可以啊。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吗？那是要对着麦克风吗？还是要怎么样？对，你是妈妈，所以你不要着急。现在我们先，比如说弟弟刚到，我们会休息一下，可以吃个饭，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1点钟开始。没错，我们现在就是去外面的沙发上坐着，然后大家彼此休息一下，决定要吃什么。好。妈妈，你出来，你跟我们待在一起，你不要。他很留恋那间房间，还要欣赏一下。你们有去煮饭吗？我还是想要做饭给宝宝吃。可以，你们做什么我吃什么。今天，那我来包个东西吧。可以，你先炒番茄。对，我要先炒。我先买，你们还要什么食材不？那蛤蜊再买1份吧。好，然后鸡腿还要吗？要。好。所以我们1点要开始录广播节目吗？我跟你讲，妈妈心里只有她的广播节目。那我放一个闹钟，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我要帮你吗，姐姐？你们要切黄瓜，但我不太会切黄瓜。没有，不用切，我教你，宝宝，我教你拍黄瓜就好了。好，我们把头尾去掉，然后你可以先切断，爸，对，刀背，爸。对，你就是这样，然后就把它切。好，我知道了，小心哦。
Very gentle, baby. 哦 ，sorry， 你非常的温柔。因为我拍红高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拍？所以我刚刚觉得你很温柔。是吗？这个直接切掉可以吗？啊？这个很难切哦。牌子的牌吗？对。啊 ，sorry， 对不起。你这个要弟，我感觉你切菜让我好担心哦。不会，不是，没事。然后换弟弟，拍到。哦。好，让他玩。哦，妈妈，我懂你的意思了。嗯，对，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轻轻的拍。对 no， 很脏哎！不行啦，那个东西，那个上面都是清洁剂。然后来，我拍这里，一样那个喷了，然后一挤下去。会。不行啦，不行，真的不能用。不是，你就这样，因为我的手很痛。不是，就这样。OK， 好了。好累哦。怎么？你怎么这样就累啦？我懒一下可以吗？你可以啊，你想干嘛干嘛啊。缺脂的毛线。那你煮菜心情很好哦。对，我喜欢煮菜。啊，我还没有教你们跳 Summer Dream。你觉得我有可能吗？你在开玩笑吗？你不了解你姐姐吗？很简单，快！你快过来，我教你一点点。It's time to go. Time to go. 放下来。What I want, waited. 好，你就这样。What I waited. 左右。What I waited. What I waiting. 左右。What I waited. It's time to go 往上走 wanna waited for 头 and I 右左 No you always be my summer dream Good 可以了吗？可以了，那我们录一个好玩的嘛。你让我回去，我要打扮成女团的样子，我再录。好，不行，你这样超越我不行了。你不能超越我，你还给我留点余地。你长得那么漂亮，又会唱歌，你要又会跳舞，你怎么还得了？等一下来教姐姐。好。哎，可不可以玩那个 Just Dance？ 可以，你现在可以打开，但是我没有把 Switch 成功打开过。姐姐跳这个，这个我觉得可以。就跳这个，我要笑死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开始了吗？开始了。哎，走动。哎，这个可以练手臂操哎，这个。好可怕！什么东西爆炸
手套，我拿个手套。OK，baby， 你拿这个盆。等一下啊，我找一个垃圾袋来。不能用垃圾袋，要纸袋，因为不然那个收那个垃圾的人会弄到。你帮你给我就好了，好危险。不行，你不要把那个垃圾碰，我把他的菜盘先拿走。哎，你别拿了呀，我来弄就好了，你就去做。我这个手套很厚的。怎么这样子啊？岁岁平安。还好我的汤是盖起来的，不然我可能会哭。哎，我怕你们这样做完菜都超过1点半了。来，哇哦，这也太丰盛了吧！汤当然是姐姐煮的，这个面也是姐姐做。哇哦，好大一盆哦，辛苦。 Good job。今天的干贝香菇丁啊，这是我刚刚随便找的，好好吃哦。I like。你真的，你喝一口看看。鲜鲜的。好鲜哦！对啊，这个汤这里呢。我吃饱了。OK， 妈妈，来吧，走吧，我们来录了。开始了吗？对。来吧，妈妈，你要。我们就2个人用一个麦克风，好不好？好。就是那弟弟，妈妈，你坐中间。我不要坐中间，我要坐最边边，我才好那个反位置。好。对。 OK， 我们第一次 FM 1042 Miss Fu DJ 的第一个 podcast， 我们就此开始。其实刚开始本来是先想放歌的，然后我就接下来会讲说，嗨，欢迎大家来到 FM 1042，我是你们的 DJ Miss Fu。对，你要讲欢迎，从欢迎开始讲。他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已经开始了。对，我已经我都是在开始了，所以它是一个自然，你们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好。好。 然后我的想法是我一开始会先放你们唱的那个歌，然后呢，最后我会放我唱的那个同样的那首歌作为 ending。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42，我是你们的 DJ Miss Fu。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太阳》。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3位来宾，就是刚刚唱我们这个《小太阳》的3位主角。让我们先用掌声欢迎欧阳妮妮、欧阳娜娜、欧阳弟弟。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我是娜娜，弟弟，好可爱哦！我们的来宾是自己带掌声哎，音效键。那你们是欧阳妮妮、欧阳娜娜、欧阳弟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母女。对，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妈妈说女儿说》的第1集。所以你们是我这个电台开播的第1个节目的第1集的嘉宾，真的很荣幸。好像今天 Miss Fu 的第1个节目是妈妈说女儿说，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生命中最重要的3个人现在就在我的身边。然后，那我最想知道说，就是你们的妈妈对你们做过你最喜欢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将来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也想对我的女儿做，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我妈妈，他们会无时无刻对我们表达爱意。比如说妈妈见到我都会拥抱啊、亲我，我们到现在家每个人都亲，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后来长大一点，我发现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多朋友的家长是这样子的，有些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啊，就是不能接受。但其实我们家从小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很亲近，然后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爱自己跟爱别人。对，因为我们能接受到爱。所以我都常常跟我的朋友讲，就是你要一直抱，一直抱，一直抱。你不要认为说他长大了你不好意思，那你这个不好意思，可能3个月之后你就真不好意思了，那就彼此之间就会有隔阂了。就像我提一下你的一个品牌，所以你当时你讲一下你那个品牌的概念。好，那个品牌的概念是，我觉得我们家，尤其是那时候是我跟娜娜弟弟那时候还没有出来，就是我们遭受了很多霸凌，就是各种不管是不认识的人在键盘前面敲打着，然后都是霸凌的言语对待我们。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前几年参加的一个综艺，然后他的评论大概有25000个评论，那2万个人都在骂你的时候，回过来想说，是不是我不应该说这句话？是不是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以前大部分时候我是从来不做回应，现在的我可能更多会愿意去直面。我就觉得我们必须要很有能量的去保护我们自己。然后XOXO 的意思就是 love and kisses and hugs， 就是爱跟拥抱跟亲吻。对，然后中间的 N 呢，那时候其实我很单纯想到就是我跟娜娜，都是 N， 对，我们2个都是妮妮跟娜娜嘛，就是这些爱跟拥抱其实包裹着妮妮娜娜，因为我们2个就算在遭受霸凌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支撑下去呢？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爱我们的人，不管是爱我们的粉丝，还是爱我们的家人朋友，然后这些爱我们的人呢，让我们有力量、有能量、有底气的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只看那些爱我们的人。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获得到这么多爱，所以不只是就是去收获这些爱，也要把这些爱再分享给或者是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对。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用我印象中我在你的 Facebook 看到的一句话作为一个结尾。曾经在台湾的社会当中有2个女生，因为她们在网络上被人家霸凌，然后她们2个相继自杀死掉。然后她就在她的 Facebook 上写了一句话，她说你要相信爱你的人比不爱你的人要重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要珍惜爱我们的人。如果今天我死掉了，我们是不是会让爱我们的人伤心？然后不爱我们的人呢，我们也只希望告诉他，如果你心中有爱，你就不会口出恶言。所以我们其实 XO 这个目的其实是要让我们告诉自己，是我们要做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到了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刚刚说我要放谁唱的歌？你唱的歌 ，Miss Fu 唱的歌 ，Miss Fu 唱的《小太阳》。我们下次再见喽！下次再见，拜拜！谢谢3位，谢谢妈妈，拜拜！哇，第1集耶，好棒哦，我好开心哦！就是因为从旁边的角度来看，包括他的整个样子，再到他的声音，觉得他好像开始身边能看到他那个小星光点点，就是开始发光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他把这个光给了我们，然后他自己也慢慢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光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就希望找回他这个光，然后也希望再看到就是当年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傅娟。对，这几年的时候，我有一天在台北的家中，我的一个朋友到我们家里来，突然跟我讲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光的人。他说，可是呢，因为你都站在别人的背后，所以别人都看不到你的光了。其实他跟我讲的话，我就哭了。就是说，我觉得我其实我很谢谢他们。其实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很期待后面的旅程。真的，因为我觉得我这次旅行应该是要享受我的女儿 take care 我，应该回到一个只做我自己的旅程。
姑娘，哎，你今天要带我干嘛去啊？不要猜，不如就跟着我去。行吧，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啊，拜拜。拜拜。我今天要带你去体验的就是我以前的生活。你以前的生活，你以前啥生活？你想想，你能猜到点我大概要带你去哪儿吗？我咋忘了？啥忘了？想不起来。你再猜猜。没事儿，那不猜了，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我美丽的大学时光。在这次合体旅行之前，想要带妈妈去一趟我的大学，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遗憾，就想带妈妈去弥补一下我这个遗憾吧。金眼睛，这个地方我们称它为北五小食堂。那会儿哈，你们就成天吃金眼睛。对。Hello， 坐不着调，怎么变化这么大？装修了？啥时候装的？是你大学的回忆呀，哈。对呀，我觉得回忆考学，回忆过往还挺好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陪着我，但是只是说他陪我，给我带来的只有压力，没有高兴的事情。就以前觉得跟妈妈来北五这附近，其实就是压力很大，但是现在就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来了这个位置，而且真的好吃啊，对不对？哎呀，谢谢。哎，哦，哇哦，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它。哎，你别说，味道真不错，好吃。味道不错。能在这儿这么多年还一直喝，我觉得味道没变，还是老样子。这今天回到你北五这儿，我就想起你考上北五那年，我记得高考成绩，咱们就全家人都上网查呀，因为他在网上查嘛。后来就是咱们每个人拿手机那个查，然后后来还是你查到分数了。北五你记得那分数线完全哇，妈妈，我打了这些分，那就是保了吗？当时咱俩就我挺着这么大的肚子，你记得我都快生你小弟了吗？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我挺个大肚子，咱俩就蹦，你奶就哭，啊，对，我奶我也哭。当时全家都在这等你的成绩，我记得好像你大姨、你姥都来了，都在这等着他的成绩，等着你的成绩，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真的是很乐天妈，就这种喜悦的事儿，我只能那一瞬间记住，后面我完全记不住。哎呀妈呀，这妈能记一辈子，太开心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啊，首先是我女儿终于成功了，没白遭罪，没白付出；再一个多自豪啊！那北五是谁都能考上的，那倒是，是不是啊？最起码我认为也是我当时人生的巅峰。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但其实考北五，我觉得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估计中途我就放弃了，肯定放弃。对，因为我觉得太苦了。是，就我有的时候都想着我为什么要遭这份罪？哎呀，你考大学那会儿的确是，但是你没白付出，也没白努力。你记不记得那会儿你自己一个房间睡觉的时候，原来你会有的时候害怕。后来我说姑娘啊，你那啥你自己有没有害怕呀？要不妈陪你？知你怎么说吗？哎呀妈呀，要敢鬼要来了我都不怕。我说为啥呀？你说我给他撕腿，给压腿。对，撕腿。你一说撕腿，那跳舞都知道。你知道我硬啊，特别硬，因为我弹跳力和转比较好。我当时上课5个男孩帮着老师压我，压到这儿耗1个小时，我在那儿哭的嗓子都哭不出来声音了，眼泪流不出来，就是就这样子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你什么时候开始认命了？就是我死也得考了，死也得练了。到尾期了吧？不是，你记不记得是因为啥？你忘了吗？什么呀？哦，我给你推出去那个事儿是吧？你压腿，几个人压不住他，
压不住你。你当时你知道为啥？我急了，我坐在你腿，你拿腿，你拿脚去踢人家。你不是坐我腿上，你掐我来着。我掐你，我还坐你腿上。但是我跟你讲，我当时特别恨你。恨吧。但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说，就是你知道那一刻当下我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就是我觉得太疼了。我只要我没事，我只想管我自己，我不在意任何人。但是把你推出去，过一会儿以后，我反应过来了，我说不对，这我妈呀，我在干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反应的余地，就是那个状态下，就是我只想不要再疼了。是，我能理解。我非常理解，因为我现在就是按摩呀，或干嘛，或者那时候做瑜伽嘛，我都觉得就是练2天不练了嘛，我觉得我天哪，太疼了，这我姑娘那得疼成什么样啊！我特别能理解。2天你不练了，我每天上课12个小时，就是我不知道是谁跟你说的，一定要拿课堆。不是，那你不那么练，你也练不出来。不是的妈，其实人体是有恢复期的，人体是要讲究科学的。那你现在后不后悔？不是，你现在想没想明白？也没想明白，就是为什么要上这么多课。但是呢，我想明白，你逼我考北舞这件事情，我觉得想明白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北舞，说实话，我走不到现在，这个是一定的。他不用说，我也知道那会儿他很恨我，那会儿可能最恨的就是我了。哎，但是他那个考上大学以后，他有一回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妈妈，实际我那会儿很恨你。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想想，我非常感谢你，说没有你，我考不上，没有我那么坚持，对，当时他说恨你的时候，你就说恨吧。对呀，恨吧。那当然，你可以恨啊，因为只要你好，你恨我，我不怕，是吧？妈妈都是这样的，哪个妈妈打孩子是出自内心的呀？打完孩子偷偷跑一边去哭。我不怕你恨，我就怕你不成才，我怕你长大了自己养活不了自己，长大了受苦。我们2个人回忆了当时考大学，还有我大学时光吧，就是里面也有开心，我有心酸，就是就这样子。我觉得我们2个人，不管当时彼此对对方的态度啊多不好，但其实在当下去吃见证的时候，我们2个都是回忆，并且是理解对方的。咱们下一个行程去哪儿呢？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是啥地儿啊？你猜这是干嘛的？这是拍电影的呀？不是拍照片的。走吧，咱们去化妆室。一会儿见，岳女士。行。冲这儿吗？问一下你啊。好，看一下。这是这个衣服，可以帮我捏一下。衣服是这褶。对，它就是这样的。哦，跳的挺好吧？哎呀，哎呀，哇！还很激动。
好看啊，好看好看。来吧，今天来这儿我就是想，那个会供需不是没那个什么吗？完成一个我的毕业梦想。好，感动了，还行吧。哎呦，来吧，哎呀，谢谢，来，高兴不？高兴。咱俩补一个那个毕业照哈。补一个毕业照，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小遗憾吧，但是圆了吗？这不是？看，好。还沉浸在拍照的美丽中呢。我能感觉他那个时候是很有触动的，因为供需晚会毕业的时候，那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拿着花坐在一起，我们在拍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感触了啊，原来我对这件事情是很遗憾的。好了，进屋休息会儿吧。但是说真的啊，供需晚会。我虽然那天发烧了哈，但是我很知道，就是我在后台，但是我能听到外面非常热闹，所有人就是家长都来了，然后我们老师集体大合照，每一张集体合照都没有我，因为我不行了，我已经倒下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说我会怪露露啊什么他们吗？不会，他们都在，他们都忙，对，因为他们的家人来了很多。那个时候，如果说我再去觉得你们为什么不管我或者什么的，那我太不懂事儿。行，挺好，你还留了个阿姨给我，要不然死得更惨了。对不起妈。哎呀，没事儿。错了就要说。本来我都没觉得这个有什么，但是今天看了好像是会觉得就是心里面不太舒服。真对不起，我没想到。我觉得可能为他着想的还是少吧。我为他着想的可能是在重要的大事情上，我会不惜余力的去为他付出，去为他做。但是可能在一些小事，我认为是小事情上，实际上可能他反而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很重要，我给忽略了。总是慢慢一块成长吧。哎，我原来没有心结，但是今天一听说这个，我心里挺难受的，啊，但是弥补了遗憾吧，弥补了他的遗憾，也弥补了我的遗憾，是吧？挺好。你看咱们俩就是有什么说开了就能和解。对，原来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事儿。什么事？原来节目不都是假的。原来以为有些节目都是假的，是大家演出来的。行了，这回心里就不用再有那个遗憾啦。不遗憾啊。再一个，妈妈跟你道歉了，对吧？我原谅，我也理解，谢谢你。那我们回家，走吧。看不看见下雪多好啊？瑞雪兆丰。对呀，哎，你们可以许个愿，姑娘啊，跟妈回家住吧。为啥？啊，
为啥呀？你陪我住一宿吧，你明后天就走了。行啊，没问题。爸还不开心啊？行吗？行，我陪你住。健身气功8段锦，预备式：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3交。上托，攒拳怒目增，抱拳，攒拳怒目。一起来。核桃，核桃，咦，你今天一会儿上芭蕾，你迟到了，好吗？快！哎，行了，笑，行了，快啊！核桃，来哟！来，妈妈量一下多高，站直，抬头挺胸。啊，这么高了？哦，看来最近好好吃饭很管用啊！1.25米，24，棒！嘿嘿，坨子收了，小米粥也收了啊，熟了啊。好的，好，我们吃吧。好，我来了，2分钟。来。要不放这里，吃吧。一会儿姥姥送你去那个跳芭蕾，然后画画。下午妈妈工作结束了，我会和姥姥去接你啊。每人1个鸡蛋，我们把蛋黄都要吃掉啊，好不好？除了不是糖心黄的，肯定是糖心黄。不是糖心黄的鸡蛋黄也是很有营养的。哎呦，糖心黄呀，今天煮得很好。你看姥姥都能够精准地掌握这个时间了，是不是？每天煮鸡蛋之前问一下你能煮了没？可以呀。核桃，差不多了吗？还没有，等一会儿要饿了就先吃吧。我的意思，鸡蛋还可以，还不可以煮啊？鸡蛋现在可以煮了吗？何太太？可以了吗？可以了哈。好的，好的，我看时间啊。好。水开了就4分钟，要久了它就不是糖心黄了，不是糖心黄了，不是糖心黄了，这个人就不吃了。惯的。好好笑啊！对。我吃完了，大家慢慢吃。还有个坨子没吃完，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吃饱了。你把头发弄好啊！啊，我给它盘好。我走了啊。拜拜，我会很想你的。想要你走。我不下午就去接你，下午我妈妈和姥姥一起去接你，好吗？
我生活当中的那个状态，应该跟所有的我这个年龄的女性差不太多的吧。女儿、妈妈、妻子、儿媳、工作等等这些难题，我都一样。然后核桃，我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她挺不适应的。我出门的时候，她就会抱着我说：“妈妈，你不要去工作。”我会告诉你，核桃，妈妈特别想每天在家陪你，但是妈妈也很爱我的工作。在核桃的3岁之前，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的状态。那个阶段是我主动选择做一个全职妈妈，但是她上幼儿园开始，就逐渐恢复一些工作，然后拍戏、节目的录制、一些杂志的拍摄就都来了。比如像今天的上午，对我大概反正我弄了3个方案，反正原来是这样嘛，对吧？是因为我觉得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讲，如果他要一直是在哭，我个人觉得他会更高级，这个表演会更高级。我觉得可能我因为我太了解这些素材了，因为其实我是对一个自己要求还蛮高的人，就感觉要恢复到以前的那样的一个工作节奏，每天都很忙，就你会觉得时间很不够用，每天只有24小时。哎，晶晶呢？今天在家看孩子。晶晶，职业女性。有一次我跟晶晶聊，我说，如果要没有孩子，是不是也天天蹦跶的会很欢？因为她以前也是工作，因为她能力很强嘛。那你怎么平衡？演员怎么平衡？没有办法平衡。就没有平衡，只有牺牲。那你会带孩子吗？带孩子去什么的？我有过一次探班。因为我又在拍戏，然后几乎那个时候通告排特别满，每天30场戏，然后收工以后，我可能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给他洗头洗澡，然后哄睡，把他哄睡着以后，已经晚上9点半了。但9点半以后，我还开始做第2天的功课，30场戏，然后6点半起床。2天下来，你发现自己状态很差，它强度太大了，所以爷爷奶奶说那你不能在这儿，就影响你工作。然后他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陪他玩，就是走吧，不然你对吧？你状态太差了，你不行。虽然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平衡这个词儿，哎呀，我们好像都在努力的平衡，真的很难平衡，就平衡不了，只有牺牲和取舍。所以现在就是几乎1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妈妈会到北京来帮助我。她的确是在帮我分担了很多，我特别感谢她。前方道路非机动车较多，建议您减速慢行。300米处。姥姥，我晕车了。怎么了？这个应该不晕车啊，那开得很慢。不是慢的问题，是怎么呢？一下棒，一下又那样。当时学驾照，确实我是为自驾游做准备，但是我还没有到想玩的地方去玩，我女儿就生孩子了，所以现在驾车一般是接送外孙女儿上学放学接送一下。欣然是一个，他挺喜欢自己的这个事业，他也有一股工作热情，他有当年我的那种不服输的那一股神在里面。甄嬛传火了以后，他就结婚生孩子了嘛，现在他也终于有机会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了，所以为了欣然的事业，我必须要帮他。您平常去送孩子上兴趣课的时候都是这么等的吗？甚至要等1个半小时？都是这么等。宝贝，拜拜，待会我妈妈来接你啊。行，好的。好的，好，拜拜，拜拜。有时我一般等得太急了，我也到户外或者附近的公园去玩玩，一个人去散步。因为我在北京这里我是朋友不多的，因为要接送娃没有时间，所以没有老家那么多朋友。
我退休以后，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基本上都在安华。我在安华来说呢，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那就出去的话，别人都叫陶老师。当时还没有兴起广场舞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糖豆网上呢学那个广场舞。刚开始是我一个人跳，有些那个散步的，并且那小区的人看到的跳，哎，他们都来跟我一起跳。后来去建了一个广场舞队，要求我去教广场舞。他们其实为了感谢我，有时候弄什么好吃的都把我接过去。今天在你家吃，明天在大家吃，就能做1个星期就完了。我兴趣爱好比较广，我喜欢开车，喜欢拍照。因为我呀，92年我停薪留职过1年，办过照相馆。别的父母可能是要为孩子留什么财富啊，这个存款啊，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我想的就是，我喜欢摄影，我要去带着相机去游遍中国的名山古迹，去自己制造自己喜欢的一本相册，留给孩子们，一个念想。今后要是想起我了，看看。后来我为了这个孩子，为了家庭，现在在北京给女儿带娃。当时候新人曾经问我，他说妈，你喜欢北京吗？还是不是我绑架了你？我说我喜欢北京，因为北京有我最牵挂的人，所以我喜欢北京。喂，哎，女儿，妈妈，哎，嘿嘿嘿嘿。为了欣然这个小家，为了孩子的成长，龙年这1年，我准备全部带北京，只要他不赶我走。好了，我就开始煮鸡蛋了啊！哎呦，那你也等一会，宝贝，马上就好啊，宝贝。你那个跳舞的鞋呢，在包里是吧？我们去换上衣服啊，宝贝啊！辛苦了，老师。我们就是随便吃一餐啊。上完课以后，姥姥晚上给你包饺子啊。能够帮他了，我肯定会帮，我会全力帮。但是这几年真的拖累他了。这几年我一直都生病嘛，在22年的脑梗当中，其实我是在北京这里脑梗的。当时送医院的时候，我就跟欣然说，我说我还有救吗？如果是生活不能自理，我要拖累你的话，我说你就放弃吧，别救了。后来呢，由于女儿的不放弃，谁知道过来以后啊，就犯了一场大病，不仅没帮他，反而拖累了他。梅姐，哎，那红油精你带进来吧？有。那红油精帮我那个太阳穴吹呀，看看。好，我帮你搓啊。嗯，好，你往前走。
这，也对，是，也对了，我不疼的呀，哎，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感受到他真的累了，而且因为他要被迫住在北京，失掉他的生活，帮我带孩子。哎呀，那一瞬间是非常复杂的一种情绪，就觉得一切都是归咎于我，一切都是因为我。但是呢，我不会让他看到我那样的一面的，我都崩溃了，他怎么办？上个厕所就出发啊！啊，对对对，走吧，走。现在准备出发去带你玩去啊！好。听他们说很有意思，很青春。今天准备带他去老年大学。在妈妈生病之前，妈妈跟我说过一嘴，我将来要是退休了，我就去上老年大学。好，来，我们到了。哇！老年大学新春家庭团建特别活动。苏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呀，哎呀，是不是有意思？你坐吧，你随便坐吧。你好，您是在这上课的学员是吗？是。您之前是上的什么课？我没在这里上过课，我是在线上上了一个中医养生课。你们是定期上那个培训是吗？啊，对。我现在发现妈妈她是一个外向的人，哎，我突然在想，哦，原来我跟我妈妈之间差别这么大呢。大家好，我叫陶月娣，是陶欣然的母亲，今年62岁。虽然没有在座的各位那么优秀，其实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我呀，其实年轻的时候，我是30岁学音乐，40岁学萨克斯，50岁学驾照。我是一个一直在学习的人。哇！大家好，我叫陶欣然。今天为什么我带我妈妈来到了这里？是因为我的工作总需要离家，然后妈妈为了帮我分担，她来帮我陪伴我的女儿，失掉了自己很多的爱好。对，好啊，那期待妈妈今天能在这里，我们先有所乐，有所学。这样啊，咱们可以挑一个稍微短一点的舞蹈，我们来试一下。1、2、3、4，1、2、3、4，1、2、3，对，3、4，1、2、3、4。对，陶阿姨的手腕特别好啊，很优美啊，这个翻腕动作找着感觉了。对，师傅教的好。师傅。好，换动作啊！1、2、3、4，转转肩起，对对肩起，对对肩起，对对。陶阿姨找的好看啊，比较专业。其实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不学则罢，一学要学会，也要挑选那种神韵。非洲舞你必须要跳出那种非洲人的粗犷。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哒。2、3，来。
转。1、2、3、4，哇塞哇塞！第一次上舞台，第一次去跟大家一起乐，去跳去唱，特别开心。这个跳舞也好，学这个徽州鼓也好，一个是觉得我自己现在已经生活能自理了，不会成为家里的负担了。我又找回了一点点自信。如果说我要是能够融入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大集体，那就可能重新又活回了我自己，才有我自己真正的身份，陶月地。大家准备啊！OK， 哇塞哇塞！妈，妈妈，妈妈，又去哪整景了？哇哦！哇，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哇，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嘿，好玩吗？你真不找我呀？我找了一圈了。那就找不到就不找了。你都是成年人了吗？成年人，你妈在家就不找啊？妈，哎呀，你我要看看你的鞋在没在家，我看你包着没有，完了我才能干，我得翻到了。你翻到了吗？翻到了，妈妈，哎，妈妈你在哪里？跑光了。妈妈你在哪里？哦，妈妈，哦，妈妈，哎，后面还有呢。妈妈，到处都镜头。妈妈，哦，妈妈你在那天上。要这样吗？没有，天上，你爬在那儿，你看你这不爬在那儿，太吓人了，是不是有6条腿？你藏哪儿了？我去你屋你没有啊？我就写这儿呢呀，那不还是写在那屋没有你？妈妈慢慢说，别让。那你还不上门后看看？我哪知道你还有这情趣？我经常会这样的。经常跟谁这样？和你爸。你真的是，哎呀，你们俩快一块去玩去吧，放过我吧。你们这秀恩爱，你这都秀到这儿来了，你们这一地的狗粮。哎呀，我这早上的好心情，嗡。哎呀，我说命运啊，没得说我。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妈，多大了？这，但可能很多行为背后的那个逻辑，当你想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说这个游戏本身就是说是全世界妈妈呀、爸爸呀，就是都跟孩子玩的，在一个0岁到2岁、3岁之间，他就是在孩子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告诉他，妈妈是没有消失，妈妈在，是告诉孩子给他安全感，让他不要焦虑，不要害怕离别。我当下是没有感受到的，我当下只是觉得就很无语，多大了你还在玩这种那么幼稚的游戏？可是这个幼稚的游戏是从小妈妈陪你玩的，你长大了，他
想玩你不想陪他，你就觉得啊好无聊，好幼稚，你在干嘛啊？救命啊！救命啊！下一站我们将要去的是抚顺。估计你姐姐都准备着迎接你呢，只要你这次能见到你的小孙女儿啊。我见过呀，妈妈，她出生第一个是我抱的呀。我姐点名让我抱啊。那就是你是她小姨，应该你抱啊。没有，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各个方面综合素质最高的。那差不多，看着有点像你。开什么玩笑？哎呀，那小厉害劲儿啊，有时候可有意思呢。小聪明，记忆好。妈，你太夸张了。你见了你就知道了哟。不行了，太困了。我昨天晚上闭上眼睛那么晚，我还在打拳呢。以前没想到这个运动能这个样子的。昨天你那小飞腿飞得挺好啊，明明应该我是打太极拳，你去那什么的，让我尝试一下，挺有意思的。那我晚上睡觉还打拳。昨天玩的忘我多大岁数了，活在自己的那世界里。哎。歇会儿呗。你现在歇着呢。你昨天才睡几个小时？2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也就那样。然后一睁眼上车就能狂输出。你说你不是艺人，谁是艺人？你真的是异于常人啊！啊，太累了。我得调动起身体的98%的细胞，才能使你快乐。你这次目的不就是陪我玩吗？我没想到你这么耗人啊！麦渴吗？你喝吗？渴，你喝口水。让我闭嘴意思吗？好啦，我们到站啦。Hello， 佩奇哪儿啦？快接一下，不懂怎么那么那个在啥事？那么不懂事呢？小姨阿啾，还是哥还不喘呢，没哭。哎呀，那也不看谁抱的。宝宝，你给小姨香一个，这样，香一个。真是亲姨呀！真是亲姨呀！我要抱一抱嘛，正面抱，背面抱一抱。哦，宝贝，哦，抱挺。那妈妈在这儿呢。妈妈，跟小姨玩吧，啊，宝宝。你说你才多大呀，就开始知道吭叽要东西了？哎呦，累了，你把孩子放下累了。他吭叽，放下不会吭叽的。你看看，你抱着他才吭叽，你放下，放着。宝贝，不能放倒，让坐着。对，好了，宝宝，妈妈来了。哎呦，呀，这就是假哭，你知道吗？就知道是假哭啊！就用那个啥，用这种声音来让你抱抱。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呀？
大睫毛真长。随谁呀？随谁呀？也不知道随谁呀。像妈妈还像爸爸呀？小姨。真的，你看小姨长得多像呀！那是不太可能的。你看你跟小姨一样白。你可千万别像我。一会儿几点了？他玩挺久了。快点让他睡吧。你们来个音乐聚会，哄宝宝睡觉行吗？行。就是把2空出来了，1、2、3、4、5、6，这样行吗 ？No， 2、1、2、3、4、5、6， 1、2、3、4、5、6，呀，继续练吧，聪明。教得好，教得好。对。噔噔哒，重点嘛，你这鼓能打无数个歌。以后见别人你说有一半歌我都能打。对，真牛的，儿子太厉害了。好了，我也哪天上外面也来这个去啊。可以，那就。这白眼。妈，你翻一个。我不翻，我就是天天看着他。我一到北京，我看着他，别翻白眼啊。妈妈，那如果无语怎么办？沉默。沉默。就这样呗。不说话呗。你考电影学院，妈妈先给你演一遍。妈，我觉得我妹能考上学校，全都是因为你示范的好。真的是，哎呀，可别说了，那难为我。他每个学校学前班回来的学前班，那都要跟我考一遍，说妈妈那个踩着石头子过河，你去抓鱼你怎么抓？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就演嘛。那我就得演啊。妈，你再来一个。妈，你再演。你再来一个，你一定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升华。算了，这不是妈，这是我老妈来的。可以。你这个电影学院高材生都你培养出来的，你肯定可以。来，试一下啊。用换装吗？得拿那个小裙子，还得兜鱼呢。不用。老大把裤腿拿上来啊！专业、敬业，准备。来，预备 ，Action！ 这3条大鱼，我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妈，你看啊，这你多有表演天赋，所以培养出一个电影学院高材生。我都给你们学的。羞愧了。哎呦，宝宝，那妈妈来，爸爸抱哭，你给我，爸爸抱哭了是吧？哎呦，哎，妈妈一抱就好了，是吧？你怎么那么好看呢？我笑。这就好。妈，就是那回你拿了那些帮楚航一岁那照片，跟恩熙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像，是像，也是有点。不跟我说，我就以为这是恩熙。真的是一模一样。真的。我这个，哎，这个照片太逗了，没头脑和不高兴。我不爱拍照，他们说我小时候不爱拍照，一拍照就躲。你一照相就生气，你可能留着到后来去，长大以后再照。哦，这是姥爷啊，姥姥、姥爷。姥姥为家做的贡献太大了，哪需要到哪里去？这几个孩子都帮带过。姥姥可是善良老太太，看你有戴个墨镜。对，你的墨镜吗？应该是。这也是姥姥呗。也是。姥姥和姥爷一直在赤峰待的时间久。当时家里有点生意，都姥爷在我那儿帮着我们。完了，姥姥也是来回跑，就是家里怕有大姨家孩子嘛，完了二姨家孩子还得照顾他们，完还得照顾这边。其实真的，一到这时候就很想念。每到过年这时，我都会想到我的母亲。
作为女儿想自己的妈妈了。我妈妈是不想给人添麻烦的人。第一次送到医院，完了送上家以后就能走路了，我就每天陪着她来走医院的，走来走去。后来就跟我说，我才活5年，就我们娘俩才就说好呀，妈一定超过5年，没超过，没过去，没到5年，2年后来就走了，在女儿心里，妈妈对你那种爱永远是难忘的，所以会提起妈妈呢，就会有一些心酸呀，会想到过去。咱不唠了，再唠都哭了，然后换个魂吧。我喝点咖啡。哎，吃饭。喝点咖啡。走了吗？走吧。待一会儿。让他自己待会儿吧，要不让他自己待会儿。那自己待会儿吧，我就真的是，哎呀，我自己处理情感的问题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需要静一静，我跟他不太会轻易聊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一跟他聊，他的情绪肯定就会比较有波澜，因为那是老了，那是妈妈，那是给他生命的一个人，就你真正应该长大的时候，就是妈妈不在那一天吧。我带他出去溜达溜达。行。哇，我太滑了，小心啊！哎，我姐去年是初几回的赤峰了？她跟那个去年是11，初3没有，去年的过年应该初3还是初几回去的呀？啊，对。那今年她回不去了吧？忘了，她还太小，羊都冻了。你呢？你是？我陪姥爷完了以后呢，也就是初2、初3，你要回去，就陪你回北京呗。哎，是吧？你随便。你要是说你先回去，但你一个人没意思啊。一个人搁家待有啥意思啊？不行，跟我走呗。2天咱初1过完，初2咱俩就走。完，等有机会我忙完了，我再陪姥爷。没事，你可以踏踏实实的，没人。我也在那陪伴也不是一定在过年嘛，对不对？是。你有时间就回去。虽然过年是一个应该要团圆的一个时间，但是咱中国不传统嘛，都是过年有老人都奔着老人去嘛，才叫团圆年嘛。人有不同的想法和需求，当然能聚到一起是最好的了，对吧？但是它当变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就变成有压力了，就你必须要回去。就在我看来，我就觉得过节是应该可以在一起，但是有效的陪伴更重要。妈妈、爸爸他们过年是要跟朋友们吃饭的，从初1到初5，我要跟他们出去吃饭是要6顿，至少吧，有时候中午要吃1顿，晚上要吃1顿，好累啊！对我这种爱人，我觉得是很大的消耗。对，所以我是说，今天我跟我妈探讨，我说有效陪伴。就我想说的是，说节日是很重要，可是你现在所有记忆里，它不是节日，而是一个又一个瞬间，那些瞬间有的时候跟节日没有关系。那你看你这里想咋着就咋着吧。什么想咋着就咋着。你今年我妈也不去，我不管你了。我以前吧，可能就是说中国的传统，过年都要团聚，但是他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今年呢，
我就不想要求他，我也不用我的想法去约束他，所以我就想让他自己做决定。哇哦！哇哦！哇！新年快乐！跟没看过放花似的，咱俩很突然。然后呢，看完烟花我之后，我说，哎呀，我啥没见过，这因为一个烟花突然而来，我还是会很兴奋。烟花因为它还是很短暂，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很绚烂。然后呢，那最后一个烟花炸开之后，我就在想，我心里默默的想，我说就当我在陪你过年了，看心情。好，那就留一个未知。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本节目由进口钙领先品牌迪巧独家冠名播出。母女交情深，滋养更青春。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赞助播出。爽滑好 Q 弹，灵芝无负担。本节目由喜之郎举弱果冻赞助播出。哎呀，回来了！这是给我吃的吗？咱俩玩个游戏，投这个球，一人仨。投不进去你别想了，那玩意儿一投是蹦。投进去了可以给对方提一个旅途中必须答应对方的要求。来吧，来吧啊！哎呀，傻的，我的妈！你投啊！这啥意思呀？投进去了，投进去了。你这是明在我眼皮子底下犯规。这没犯规，你也没说规则呀。你这是非常不尊重对手。你没说规则。刚刚那把是试验，不行，再来一把。不行，我提了啊。行。这一路上听我的。行，我答应你。咱俩干脆呀，这玩意儿太难整了，一人答应3个要求。也行。来吧，第2个要求。你先提你的。我的要求就是，我希望你去云南一路散发。哎，算了吧，有的造型其实也得盘发好看。这个是可以这样的，我可以答应你，你让我梳什么发型我就梳什么发型。哎，可以。对，这个无所谓，梳什么发型都能驾驭得了。行。我第2要求就是，我觉得咱们这次旅行啊，不要吃太多大米饭。你就是可以多吃点菜，咱别为了一时的嘴痛快了，你那减那么多天的肥，你说？行，我答应你。我第2个是，就如果云南的旅途中有我开车的时候，你不能一直在旁边叨叨我。你开的太快不行啊！你开的不是很快，我其实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快。那行吧，我答应你。我看我不叨叨，你能开好不？行。来第3个要求你的。你在这一路上控制点情绪。能做到吗？能。对呀，什么事别着急呀，知道吗？行。控制情绪。好，那我说最后一个啊，我们去云南的时候不能落泪，就开开心心的玩。那要是开心的眼泪呢？那不行，就是不能有眼泪。你看，你让我控制情绪，我让你控制眼泪。好的，那咱俩就这一路，咱俩这样呗，就是别说，伤感的话题。行。不回忆过去，咱就展望未来，好不好？行。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行。行吧。来。成交。成交。达成一致。OK。达成一致。哦，买的是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食物。
出去玩的话，我们一起煮着吃，养生。砂仁儿。莲子还有买，哪儿都有买，哇塞！无花果、百合、薏米仁儿，哦，这么多无花果啊！哎呀，哇塞，这摆摊呢，这是。哦，没有拍立得。哦，这一次成型。出去旅游可以拍照片，抽美。挺喜欢的。来，拍我们出发前的第一张照片。3、2、1。是了，可以。可以配这个包，可爱小包。那所以这就是你们帮我搭配的旅行的 outfit 吗？对，来，走一个可爱风。对，我觉得就是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带着他去他想去的地方，或带着他去认识属于他的朋友。其实去年我也试着带他出去走一走了，我也觉得他好像心情挺好的。希望妈妈在就是还可以旅游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创造更多不同的朋友。丽江吃那个什么饵块儿啊，在那也好。泼水节啊，妈妈就喜欢那种云南的地方，她到里肯定得又放飞了。人民路上吃燃鸡。期待有人能陪我妈玩吧，有更多的人陪她一块玩，会大家一起很开心，我妈就会很享受其中。行吧，就是这个吃货之旅。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开心。我们要去群居生活了。今天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呢。你就想着玩，哎呦，我好羡慕你哦。你就属于那种快乐的小狗，到哪都是会这样。这成小狗了。快乐小狗是一个是我觉得是个褒义的形容词啊。我觉得我也能理解。我今天想看你开心快乐做小狗。不会的。为啥？我就属于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肯定是那种我这个 I 人要演艺人，我是这种。不过你是带着大家玩呗，一会儿。就是那个长辈们那代，你负责带领，好吗？行，开心就行，你一定会给惊喜的。跟我会玩好的，我感觉。我一个人玩惯了，主要是。对你真的一个人玩惯了。我自己跟自己玩太好了。好紧张。很紧张啊？为什么紧张？通常旅游都会跟比较熟悉的人去，可是这一次你的意思是我们不熟悉？不是，我是说要遇到的新朋友，就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就要一起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就是生活，有点心脏跳快快的。对，因为妈妈是E人，她可能比较对。妈妈应该没有这个担心吧？我觉得我不会吧。我觉得陌生人对我来说好像不是一件很严重。但还好，因为3个其他的女儿我都认识。啊，对，丹丹姐是
破风嘛，然后小唐是我们之前录节目就认识，然后没有共同朋友，然后欣然姐，她是我们在一个活动上面就认识，就是有打招呼，所以也就知道彼此，所以好像也没有那么担心。我觉得我反而是跟长辈相处，好像我比较不会担心。好，那你就负责跟妈妈交流。然后我在想，如果我们叫他们的话，比如说就叫，不要叫他们妈妈，肯定就叫，比如说落单妈妈，那就单妈妈，或者简单点就叫阿姨也可以。不要，那我不接受。可能如果叫阿姨，可能3个阿姨都回头怎么办？可能那个小唐妈妈可能也不想人家叫她小唐妈妈。她真的好漂亮，真的很年轻。咱俩在一块儿，这香水味都乱套了。你那香水味太难闻了。啥？什么意思呀？怎么还？我这可好闻了，你这你那个，我的妈呀！乱了。你最期待谁呢？咱别最期待了，一视同仁。就是我觉得都挺期待的。你期待跟他们的妈妈们相处？因为我都是在电视上见到的，这是见本人嘛，然后还看看他们这些妈妈教育出这么优秀的孩子们。是不是？可能在别人妈妈心里也是这么想我的，说你怎么教育出我这么优秀的孩子？你就差点别不谦虚。陶欣然我还有一些了解，就是因为她演那个安小主安小主，对，宝娟，我的嗓子。我觉得她演得很好。你知道她的那段，你知不知道最后她吃苦杏仁的那段戏？还有一开始她刚入宫的戏，那是1天拍的，她进组第1天拍的。是吧？多牛啊！我觉得他演得很好。他家有宝宝了，说是吧？对啊。你看看人家，我咋了？你看人家事业家庭两不误。不是妈，你就说我现在给你搞出个宝宝来，你害不害怕？哎，快别说这个了。出门的时候，我答应核桃，我说妈妈回来会给你带云南的礼物回去哦。记住啊，你在小孩子面前说话啊，那肯定是。下次来把核桃带上来。我是。孩子没来，真的太可惜了。这我们第一次外出远门旅行哦。对。我们去过一次香山，我们俩那在北京的那个。那不算旅行啊，那就是家门口溜达溜达呀。我都快奔4了，才第一次带妈妈出去旅行，是不是太失职了？很好，现在还不晚。你看出来，他的心情就是不一样。我的心情像花儿一样，真的。梨花白了，桃花也红了。今年的枫叶不够红了。我妈妈，哇，这个很美哦。哇，好漂亮哦！哇，这挺舒服的。好美哦！走。你是知道吗？来了，你歇会儿不给我吧？我就装一会儿嘛。我就装一会儿孝顺。我今天，妈，今儿我们还没到吗？咋呢？行，你再给我拍2张照吧，你歇会儿吧，你歇会儿吧。天！你歇会儿。哎，你是不是有点高原反应啊？有一点儿。还有多远？快了。走吧，妈，一鼓作气。
开始出发。我们慢点走，慢点走。我们假装岁月静好。到了，啊，挺好。后靠山多好，前有水，还太漂亮了。这就是之后我们几天要待的地方了。太舒服了，真好。打开有惊喜。好嘞。呀，谢谢。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的旅居生活的第一站，哪里？云南丽江。耶！你们所在的拉寺镇打渔村，山水相宜，宁静安逸，既有明眸般动人的绝景美色，还有书写着历史的脉络、传播文化的茶马古道。最重要的是，这里生活着披星戴月的那些女性，我这说的纳西女性，纳西女性，纳西女性。哎，对，当然旅程会有更多始料未及的惊喜等着你们探索发现。接下来你们的旅居伙伴将根据居家阶段母女了解程度的评分，由低到高依次抵达民宿。那咱俩属于分低的吧？咱俩肯定属于分低的。不会，你了解我吗？不会。你了不了解我？我了解你。好。然后属于母女们的幸福探索之旅即将开始，请进入你们的新家吧。走，阿五，妈妈把花还人。啊，妈妈，我们道具没有起来，我们只有一份。你往里走吧，你往里走，我来拿。开开心心推门进。好。啊，好嘞。啊，拜拜。走吧。哇，这个空间也太美了吧！哇哦，感觉太舒服了呀，好美呀！就我们第一个到了。他这也有这个，他这又没你那个。有朋友们来了，是不？妈妈等等，妈妈等等。好像我还是头发乱，注意一下自己的仪表。好冷啊！你看我头发吹了，我就说我头发，要今天我不要披头。冻死我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应该到了。有惊喜，由低到高。那我们是第几的？不知道呀。我来。哎，这已经有2个行李箱了。哎呀，不错呀，小院儿。哎 ，Hello， 阿姨好。多大年？我是小唐。啊，小唐。你好，你好。Hello， 我妈妈。你好，你好。小唐，小美女。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露的。阿姨，阿姨，你们。叫阿姨，叫阿姨。坐。我以为我们2个的评分可能是最后1名的，那这么看你们俩是？对。然后我以为我不是最后一个，我妈特别自信，我不可能，我很了解你的。结果，我们俩第一个，所以我们俩评分是最低的。看真不了解你了。肯定不了解我，他老觉得他了解我。88分，9分，很可爱。那个介绍啊！啊，刚才没介绍吗？没有啊，我现在不知道在里头。刚刚站在这儿，妈，刚刚在那趴你失忆了吗？介绍了吗？就说了一句，我忘了又，没听清。小唐，我陶希妍。是吗？赵小棠啊，对我看了一下，但是又记不住了，我记性不好了，没事，明天他还会不记得的。没事，你不行叫我大个儿也行。完了，明儿连大个儿这都忘了。小唐，
那个姐姐叫阿五姐姐，管叫阿五就好了。阿五姐姐，因为我知道应该我俩差，咱俩差不多。没不那不所以我就说我这教育咋教？我说跟着这儿论还是也得将近20岁呢，你跟罗丹姐差的，差10岁才。真年，那你是真的年轻，真年轻，非常太年轻了。有人吗？姐姐好啊，到了已经。哎，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王珞丹，你好，你们好，然后这是你妈妈吗？我妈妈阿五，丹妈妈，你好，对，然后小唐妈妈叫小唐，哎，就好像我跟大家都很熟一样。刚才是这样，但是坐下来之后，我妈就说，哎，你咋没给我介绍？那刚才那趴站着白说了。好，坐。妈妈们往中间坐吧，妈妈们 C 位吧。我得那样，我得先这样好好看看本人。我看看安小组本人。妈呀！但看着你俩都不比他大很多，都挺年轻。你俩都很年轻。那可能孩子太操心了吧？其实我也很自豪，说明我长了一张青衣的脸呀，是不是？对，青衣能走得很远，能演到老呢。哎呀，我要是能走到你们这个成就，我就……但你一定会走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反正。对呀，先走着，走一步看一步。苍天饶过谁？那有一说一，确实你们来陪我们真是挺高兴，但只能高兴一阵儿，超过1周真不行，1周就不行。我看咱俩1周都超不过。我远程握握手，是不是？远程握握手。对，你们还处在那样的一个阶段。我和我妈现在可以一直住在一起很长时间。你当妈之后的改变吗？对，就当妈之前就是她说东，我永远向西，而且这个时间10多年啊。对，我们跟妈妈的距离差了是一段婚姻啊，差一个孩子。真的说不要孩子，不能理解妈妈。就是我姐也说，我姐有小孩了。哦，我大女儿是怀孕的时候，她自己就突然间给我打一电话，就哭了。她说：“妈妈，我在怀孕时候我就想到我妈妈了。哎呀，真的不容易的，自己就是说自己哭了。完了就讲妈妈，我以后好好爱你啊。”她不会这样说。我妈妈现在这几年开始勇于表达爱。就是哎呀，你在干嘛？我想你，我就什么情况？这是出什么？这是一定后面是有求于我吧？一定是有什么事儿吧？这前几天我跟他发点信息，我说我想你了。然后呢，他说妈，你发错了吧？因为就是的确就是这么多年是完全不表达。对，可能你们那个还比我们这个大一些哈。我俩呢偶尔会。我给他发一个，干嘛呢？要不是想你妈想你了。这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呢？酒后。但是好在一点呢，我妈经常喝酒，你知道吧？所以次数还比较多。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次开始，我们把这个爱的这个表达学会表达，我们说出来。对啊，让妈妈知道。是乖宝宝，好不好？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拜拜。好可爱，好乖哦。其实看到行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好。小唐，你好，小唐，你好，你好，哇，你就是那个好年轻的妈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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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长大了，大姑娘了，坐下来，我们再隆重的介绍。啊，我坐好，我坐妈妈，好。我跟娜娜好多年前在台湾拍过戏，对，所以在这里我跟她相对熟一点，但是好多年没见了。9年以前，对。我只记得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跟我讲说你最厉害，他说因为你要去训练，要骑行，他说这个其实是要经过非常多的训练，而且那个导演拍戏都是真的，它不是一个假的东西。主要是因为那里面的男生都特别强，对。
他们都拼了一样。他们拼了，然后我当时就是要练，然后呢我就吐了。我吐完之后呢，我说是不是我不行，所以我不适合能拍完这个角色？他说没事，他们都吐了。我说哦好的。男生都吐了，那我就放心了，那就努力呗，只是在碰那个极限嘛。对，要叫我做你那个事儿，我不敢，也做不成，所以不容易。对他们还要背单词，还要理解。我要考研呢，背台词，妈妈。妈妈。那个是娜娜的姐姐，大姐啊，你好，对妮妮然后还有个妹妹没有来，弟弟，她们有姐妹3个人。既然弟弟不在，我今天就叫欧阳糖糖。来，欧阳糖糖。妈妈不好意思，送你了。她可能也不想当妈妈，可能想当姐姐。这样吧，那要想咱们都想年轻的话，咱们就都叫名字吧。名字呀，好啊，直接叫阿武。好的。哎，叫你月儿吧，妈妈。月儿。对，因为我妈妈叫陶月地，那是她的网名，我给她取的叫月儿，月亮的月，所以就叫月儿就好了。月儿。阿武姐姐，月儿姐姐，小桑姐姐，你叫月贵妃。不行，直接叫贵妃吗？贵妃不行，这很好笑啊！大家叫你贵妃去哪儿了？哎，我的那个微信名叫金彩彩，太多了哈。彩彩妹妹，晶晶也行，彩彩也行。彩彩对我妈不友好。彩。我妈的普通话不太普通，我妈会说：“哎呦，彩彩来了。”我的舌头转不过来，吐字不清。没有，这我挺喜欢的。完了，在这里呢，我是大姐姐了哈。阿武姐姐，我是老二。老二。月儿姐姐，阿武姐姐，月儿姐姐，小桑姐姐。我们自从退出这个房间，好像他们还能再聊8小时。对，我们要不撤了吧？咱们4个只要不退了，咱4个。不是我们5个。不是，我感觉我已经加入了妈妈的行列。但是不是你是唯一的妈妈？我是唯一的，既是女儿又是妈妈。你的小孩几岁啊？7岁半。7岁了。女生，好开心的。准备再生吗？不准备。我跟你说，孩子多倒是觉得啊，可能年纪大了，多2个孩子挺好。挺好。小的时候太闹人了。这你跟我妈肯定有话，就是有交流的那个。你小时候也淘啊姐？我小时候，他12点必须要去上班，上下午班。然后我爸呢，可能12点半才能回来，中间缺这个半个小时。这个半个小时，他怕我跟我姐碰电呀，碰什么。然后呢，他会先把我跟我姐打一顿，打屁股啊，不许乱弄东西。然后拿2个枕头盖在身上，说你们要动，你看着啊。然后我发现枕头掉了，回来我就说你们。然后他就上班去了，他主要是怕碰电。然后就让你们老实。我爸一推门进来，说这2个孩子到底怎么了？床上躺着压枕头哇哇哭。要不要打可没有啊？这就是保护，也是一种方式的保护，但是记忆以我妈的为准。我小时候就是老挨打，我记得我挨我妈老多打了，她不承认。不是，净瞎说。哇，同道中人啊！哎，我都不怎么会打人。这就是人设崩塌的第1天，妈妈们。不会骂人可以，打就直接一点吧。都这样的吗，陶老师？打，就是对，你想98分考98分回家，他打你一顿，问你那2分怎么丢掉的，那很显然就是那有点太过分了吧这个。我们这要考98分，都把我乐坏了，天哪！这件事我要解释一下。其实我是问他，那个2分你是怎么掉的？如果说要是粗心的话，那就应该要批评，是吗？如果是没学懂，那妈妈可以教你。其实他呢就觉得其他同学考60几分、80几分回家都有奖励，你说我考了98分回来，你还问这问那，他就觉得我烦，所以他呢有闹情绪，所以当时就打。对，那就来一对吧。来一对吧，闹的没毛病，这情绪确实该闹。好好学习吧，这都是学霸型的姐姐呀。我听天由命也活了这么久。开心就好，现在就是我妈就说的最多，就是只要你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对。
5位娘娘们，不是4位娘娘们。我跟你说，你坐过来吧，坐过来吧。对，这是那个位置的问题，是位置的问题是吧？4位娘娘们，既然咱们都聊得这么好，咱们就要不定一下咱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对不对？老师可以给我们想个名字。因为有你。哎呀，我的妈呀！感觉像个相亲节目嘛，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才开心，我们才快乐。可以。其实确实这个很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因为有了你，我们才有机会见面，对不对？那位妈妈因为有了女儿会更幸福，女儿因为有了妈妈才有自己，对，才有。我觉得所以很棒。可以，因为有你，可以。然后我们是那个女字旁的你，对吧？因为有你，女字旁。这可以哦，这可以哦，这可以。那我们就全票通过了哈，各位。OK。谢谢。这个民宿起个名字，有想法吗，各位？想不出来，等我想想。哎，我想了一个，刚刚阿武姐姐讲说以快乐为主，我们是9个人嘛，但是我们可以取9的这个谐音，叫做长长久久，就久乐。哦，就是永久快乐，然后这个乐字又是音乐。有音乐啊，有快乐这样子，好不好？叫久乐，如何？好，这个好，好，久乐居，久乐居啊！我刚想说久乐居，不喜欢随时改，反正明天我妈也记不住。我全都忘了，看不能干啥他们。我们相互提醒啊。其实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我记忆力不好，现在。这个是什么？哦，是礼物。所以我们要送礼物，是不是？哎，妈妈，我们礼物。我先送。我也去拿。啊，这个先送给陶妹妹。哎呦，谢谢。这是我当地的质感非常好那个羊绒衫。哎呦，太贵重了。好吧，可以带上。这也很好看，星星。可以先给我吗？好看，我。请接受我的礼物，谢谢。这就最近了啊，就是明天就围起来。羊绒特产。我在这儿已经等着了，等着姐姐再给你。对呀，等着姐姐给我拿围巾呢。好漂亮，好看，好看，好看。哇，这个司机炸了。我也感觉来到这江吧，适合咱们，可以搁包上，也可以搭围巾，反正配衣服吧。拍拍照呢又新鲜哈，我的自己在包里呢。等到时候我再拿，咱姐4个都有的。对，咱们4个一起照一张啊，对，妈非要跟人私信。挺好的，他们下午一定要逼上自己去拍照片。这个穿真好看不？好看，好看。你们开心就好。哎，好漂亮啊！好看，好看。我准备的是蜡烛，那个蜡烛是我自己做的自己做的，是我手工做的。然后每个人的颜色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有点香甜。好可爱！就我们可以布置在我们的那个床头。绿色是我的幸运色啊，真的吗？白色是我的幸运色。我是红和黑，我是红色。是红的啊。不是，我是选了不同的味道，因为我是觉得那些味道可能和颜色，娜娜是我选了苹果，我对你的认识就是比较青涩、清透，然后呢甜而不腻，妮妮是花梨木，然后还有鸡蛋花，然后你是红色，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像玫瑰一样，野玫瑰。要不说姐你怎么有眼光呢？放了晚香玉和琥珀2个味道，琥珀这个很好闻。这个是就是只是自己做，还是也有售卖？没有售卖。你要付我一点，可以微信转。因为我很喜欢在家里面摆这些东西嘛，可以给我订，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没有别的特点，就是贵。对，因为这个人工成本实在太高了。这个比较高。然后欣然的这个是黄色的是因为我觉得比较贵族皇室。这里面的味道我给它选的是麝香。为什么？臣妾新调了一种香，最能凝神愉悦。有一点含义，你有看过吗？有甄嬛。
它的某一世比较喜欢用麝香，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味道是竹子。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有点清冷，没有那么好接近。我觉得啊，就是这样比较冷。竹子它的气节什么我也非常喜欢。我介绍一下我带来的，因为我很难得会从台北出发，我就心想说，我一定要带我在台北最爱吃的甜点过来给你们吃。来，大家先看上面那一盒，这家最有名，它是做花生酱的，然后它用花生酱做成蛋卷。接下来下面那一盒呢，是叫做凤凰酥，这个是我的排名第1名。哦，最好吃了那个。就是为什么买睡衣呢？因为我是一个常年睡眠非常不好的人，然后妈妈就说，那不如你送给大家睡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觉可以睡。对。然后欣然姐会多一个小毯子，是给宝宝的。对，是给宝宝的。谢谢，好贴心。我替核桃，谢谢。安化的黑茶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特产，吃了大餐以后，你们可以泡一杯茶。解油腻的，哎，对对对，写的减肥顺，对，减肥，这还要提神的。就是晚上要是太晚了就别喝啊。它还有一个，它像巧克力一样，方便携带。因为其实，在古代我们安化的茶叶和橘子是进贡。对我送给几个妹妹姐姐。哎 ，Hello。一见面以后，看到每个人都是阳光向上的，大家还很聊得来，也都很开朗。原来我以为3个姐姐都比我大挺多的，我就有点顾虑了。但是，一见到面以后啊，我们可能在一块1个小时沟通一会儿，我觉得哇，一点代沟都没有，非常好，非常好。阿五姐姐、月儿姐姐、小桑姐姐、小桑姐姐。我觉得这种旅居其实就已经不是娘俩的事儿，是几个家庭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我就觉得他们都是很温暖的人，不管是鼓励啊，还是夸赞啊，或者是给的反馈啊，我都觉得他们是很有温度的人。我来之前，其实我没有抱太多的期待嘛，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旅程，当它是未知和没有期待的时候，它给你的惊喜会更大。但是我觉得它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就是合适的程度吧。就我觉得我们这几个人都完全不一样，个性不一样，然后妈妈的整个经历和风格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特别的合适一起出去玩，咱们去优雅一下，好漂亮。这哪像呢？孩子妈呀都！我来导一下吧啊！叫丝巾飞起来，1个字美。就像网友老骂我们嘛，我经常说一些话，然后大家就会放得很大，他们就把我所有的那个视频就剪接出来，说我叫人爸爸。就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说话呢？说的也没有用，这谁要听你解释，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就直接他删了。其实我们俩是互相怼对方嘛，但是他只剪了我怼他的。
但是你上升到没素质、没家教，我抑郁了2年，双向情感，但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母女幸福探索之旅正式开启。今天实验的主题为认知实验。我们家就很喜欢贴贴啊、亲亲啊。我是很拒绝的，我特别拒绝什么亲密的这个互动啊。就我妈可能都已经隔了20多年，我为什么成为一个拒绝的人？我很渴望妈妈是柔软的、温柔的，不剑拔弩张的那种，慈母多败儿。我不认同妈妈，我可以做一个败儿。你们女儿把你们气哭过吗？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你为什么会因为她这个行为气哭呢？因为我告诉她不要。可是妈妈，这一点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因为我是你妈，你都是要给到她独立的个体的尊重的。大家好，我是杜素娟，欢迎来到母女关系探索中心。在本期节目中，欧阳家的女儿们帮妈妈制造了电台惊喜，将关注点聚焦在了妈妈的身上。傅娟妈妈也终于开启了寻找自我价值的一个旅程。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傅娟这样的妈妈是很多的。这一类的妈妈，她们往往是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为了孩子们掏空了自己。那等她们渐渐步入晚年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她们也能得到生活的快乐呢？那我们说，一般我们会满足妈妈的物质需要，给妈妈买东西，或者说我多陪陪妈妈。那物质的一个满足，还有陪伴的满足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欧阳家的故事呢，给了我们更大的一个启示。其实我们让妈妈们找到快乐的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是让妈妈找到自己，让妈妈得到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也许我们帮助妈妈去实现她在她付出式的人生当中错过的理想，错过的自我的价值，是我们能够回报妈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王珞丹就自己不回家过年的这个问题呢，跟妈妈进行了一番讨论。很多年轻人都会很困惑，很多家长、很多父母也会很困惑。那为什么回家过年会成为一个问题呢？那就是它跟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有可能不太匹配。比如说，像年轻人，我们知道，特别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年轻人，他们一年300多天都非常的劳累，这一年当中，他只有这么几天休息的功夫。可是为了过年，他们会失去一个休息、舒缓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他们回到家以后，会把他们卷入另外一种形式的疲倦和劳累，要串亲戚呀，要应酬各种对他们来说已经失效的人际关系呀。那这些都会造成年轻人回家过年变得十分的困难。那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传统节日的要求和年轻人的他的一个生活节奏的一个要求之间，得到一个更加的合理性的一个方案。那这个问题上，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为什么丹丹拒绝回家过年。那我想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鸣。那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也很可喜的看到，丹丹在第1期的时候，在面对母女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她采用了沉默的方式。但在这一期，我们看到丹丹主动向妈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通过妈妈
个心理的困境和他的一个精神需求，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真实的状况。我们看到女儿赵小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她主动出击，向妈妈表达了、展现了自己心中最大的心结，完成一个我的毕业梦想。那她选择勇敢地把它说出来。那我们也看到，她这样说出来，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冒犯自己的妈妈或者引发不愉快的一个事情，相反会让妈妈和她一起复盘当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缺失。那妈妈岳彩晶呢，也能够呼应赵小棠的一个要求，来弥补女儿心中的遗憾。他们在一起补拍了时隔8年的毕业合照。那所以妈妈非常的激动，那妈妈流下了眼泪，向女儿真诚的道歉。所以我们从中间得到一个小小的启发：假如我们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如果我们对对方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有一些疑问，都请不要一直留在心里，表达出来，才有互相解释的机会，也才有弥补的机会。亲密关系也要像朋友相处一样，勇敢的表达，有效的输出。通过这4个样本家庭，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面镜子，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解决方式，从而有效的呢，也来思考我们的母女关系当中的解决方案。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是女儿是妈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共同探讨原生母女代际关系。上微博搜索话题“是女儿是妈妈”，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动态日记。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澎湃新闻特别合作育儿网、妈妈网、美图秀秀、讯飞输入法、YY 直播、映客直播。